先生，今晚一共消费38620元，请问您这边怎么支付？哼，谁吃的，你找谁。刘强，你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这顿饭我不付。你装什么？不是你说中奖后请大家吃饭吗？现在大家都吃完了，你想赖账？我说的是请班组吃顿便饭，不是请你们40多个人来金满楼摆场面，更不是让你们拿烟拿酒还打包。哼，你中了50万，花3万多请工友吃顿饭怎么了？你在厂里干了6年，大家平时没帮过你？帮过我什么？是把夜班排给我，还是把返修件塞给我？是升岗名额从来不给我，还是今天故意把我留在厂里加班？刘强，你少在外面丢人，账先结了，回厂里咱们慢慢说。账可以结，你签的菜单，你订的包厢，你喊的人，你结。请问今晚预定人是哪位？是潘先生。我们厂里内部安排，他只是过来付款的。先生，牡丹厅是潘先生预定的，菜单也是潘先生提前确认的。你早懂事儿，不就没这些麻烦了吗？人活在厂里，不能太毒。潘班长，你想拿我的彩票钱给自己装面子，可以，但别把我当傻子。刘强，你今天让我下不来台，明天我让你在厂里待不下去。这句话我也录下来了。我叫刘强，3天前我还只是电子厂里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员工，每天上班下班返销补汗，工资4000多，熬了6年，连维修组的门都没摸进去。我以为日子就会这么熬下去。打哪组号？随便机选一张。那时候我没想过，这张纸会把所有人的脸都照出来。你中了50万。我第一反应不是开心，而是长长松了一口气。爸下个月的检查费有着落了，妈也不用凌晨3点去批发市场抢菜了。我也许还能报个机电培训班，将来不再一辈子窝在流水线上。强子，最近运气不错啊。那一刻，我心里就咯噔一下。哎，大家别急着走，今天咱们班有件喜事儿。强子，要不你自己跟大家讲讲？从他开口那一秒起，我的麻烦来了。强哥，什么喜事儿？谈对象了？比谈对象还大，咱们强子呀中彩票了。潘班长，50万。50万！强子，真的假的？你现在是不是不用上班了？该上还得上。这不得请客啊？就是大家一个班的，沾沾喜气嘛。没大家想的那么多，税后还要扣，家里也有用处。家里有用处，大家能理解。但你在厂里干了6年，咱们这些老同事也没少照应你。发财了，表示一下，不过分吧？行，周末我请咱们班组吃顿便饭。便饭？强哥，你这就没意思了。50万啊，请碗面也叫便饭？那你想吃什么？金满楼吧，县里办喜事都去那儿，有包厢，有排面。没必要，咱们10几个人，找个家常菜馆就行。刘强，你这话就不对了。钱是你的没错，可做人不能只算小账。你在我手下这么多年，哪次有事我没帮你？我爸住院那次，我请假，他让我拿年假抵。我妈摔伤那次，我提前半小时走，他扣了我半天工时。这些到了他嘴里，
全成了恩情。潘班长，我不是不请，班组吃饭正常标准，我能接受。那就金满楼，班组一桌，热闹点。潘班长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吃饭嘛，人多热闹。我说过只请班组，你中了50万，请谁不是请？仓库平时不给你发料，统计平时不给你算产量，办公室平时不给你办手续。刘强，人情不是这么处的。谁的人情谁处，你叫的人你负责。刘强，你真飘了啊！以前你见班长都客客气气，现在有钱了，说话这么冲。我最后说一遍，班组可以，多一个人我不管。刘强，你这是不给我面子。我给的是饭钱，不是冤枉钱。行，你现在有钱了，有底气了，那以后工作上我也只能公事公办。我知道他在威胁我，可我也知道，这顿饭要是我认了，后面就没完了。强哥，班长看中你，能者多劳。强哥，急活，班长说你技术好，交给你放心。这不是我这条线的，我只负责传话，你要不服，找班长。潘班长，这批返修不该算我。厂里活多，谁有能力谁上。那绩效怎么算？你干好了，自然给你算。这话听着没毛病，可我干了6年，太清楚了。临时塞来的活，要么不算产量，要么出问题全算我的。刘强，你这个月返工率有点高。这不是我做的，系统显示是你。谁录进去的？我只看系统。那我查原始记录。你一个工人，查什么原始记录？有意见找班长。刘姐，这些数据是你自己改的，还是潘班长让你改的？刘强，说话注意点。行，我会注意，也会记着。以前被扣几十、100，我忍了，可这次不一样，他不是扣钱，他是想让我低头。那天我一整天都在返修位，根本没碰过 A27。强哥，又怎么了？ A17那天是你操作的，为什么责任人是我？系统写你，那就是你。你说是我，有证据吗？排班表就是证据。强哥，别太认真，你请大家吃顿饭，大家高兴了，这些小事自然就过去了。所以这条记录是用来逼我请客的。我可没这么说。刘强，你最近状态确实不行，返工率高，设备也出问题，要是报上去，2000绩效都不够扣。如果我同意金满楼那顿饭，这个故障是不是就不算我了？强子，你早这么懂事，不就没这些麻烦了吗？40多个人，费用不低，我承担不了。你中了50万，别在我面前装穷。你爸看病能花多少？你妈摆摊能花多少？拿点钱出来做人情，亏不了你。他算计我可以，拿我爸妈说事不行，我考虑一下。这就对了，年轻人，路要走宽。从这一刻起，我不准备再忍了。你想忍还是想查？查。A17那天我去处理的，操作人赵小军问题不是误操作，是赶产量没清料，他还签了字。强子，要查就查到底。潘建民这些年不止欺负你一个。从这一刻开始，我不再想着息事宁人，这是我自己记的维修用料，厂里系统有时候乱，我怕以后说不清，就顺手记了。
这东西能给我看看吗？你要是只想保自己，够了；要是想动潘建民，这只是开头。孙哥 ，A09上个月是不是换过胶轮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返修时发现设备还有问题，想查一下用料。维修用料找老周，仓库只管出库。那出库单能看一眼吗？不行，你又不是维修组，没权限。小陈，我不改数据，只看历史出库记录。强哥，这要让班长知道，我不好交代。我只查跟我有关的设备故障，出了事，我自己担。老周记录里 ，A09半个月只换过1个胶轮，仓出库写了6个，焊锡丝、清洗剂、制具、夹具，损耗数量都高得离谱。强哥，快点，有人来了。刘强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查返修编号。哼，以后后台别随便给人看，班长知道了不好。强哥，劝你句，饭局的事儿认了吧。3万多对你来说不算什么，但你要真把班长惹急了，丢的是饭碗。你们是不是都觉得我中了奖，就该被你们宰？别说的那么难听，大家就是图个热闹。热闹需要伪造设备故障。你少乱说！赵小军，你现在还有机会把自己摘出去。等所有账摆到桌上，你再说是替人办事，就晚了。他不是怕3万8没人付，他是怕我不低头之后继续往下查。喂，刘强，明天饭局别让我难看。如果我不去呢？你会去的，因为明天晚上有一批急单，只有你能修。原来最后一手他已经准备好了，他要让我缺席饭局，又要让我背下饭钱。可他不知道，我等的就是他把这一步走出来。只有他亲手安排，证据链才完整。今晚金满楼都别迟到，刘强请客，大家给他面子。班长，能带家属吗？厂里内部聚餐，别太过分。强子再大方，也不能让你们拖家带口。强子，你今晚真打算请那么多人？不是我请。那班长到处说你请，他说的不算。你小心点儿，潘建这人最要面子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更不能给。啊！强哥，急单来了。为什么现在才给我？客户催得急，今晚10点前必须修完。这不是我负责的。班长说你技术最好。强子，别闹情绪，厂里活要紧，饭局那边我替你招呼，你忙完再过来。所以你一开始就没打算让我去吃饭？你这是什么话？我是在安排工作。安排工作，还是安排我缺席？刘强，别给脸不要脸！班长帮你张罗饭局，你还阴阳怪气。帮我张罗？我让你们张罗了吗？刘强，急单你接不接？接。但所有单据我要重新确认。随你。议场判定时间：周二上午。修改时间：周五下午4点58分。审核人：潘建民。强哥，慢慢修，我们先替你享受了。多吃点儿。放心，不会给你省。他们真把你扔下了？嗯。用不用我帮你？
不用，周师傅，你帮我做个见证就行。今晚这些板子不是今天才出的单。我懂。你好，我确认一下今晚牡丹厅的预定人。是潘先生，4桌，菜单也是潘先生提前订好的。如果等下结账，按谁签字？按现场签单人，也就是潘先生。好的，谢谢。强哥，你真大气！吃好喝好。记得带卡来，别让大家等太久。强子，接下来你自己小心。我知道。他们以为我去付账，其实我是去收网。来来来，今晚的主角到了。强哥终于来了，大家等你姐等半天了啊！刘强，今晚够意思。以后发财了，别忘了我们。50万呢，今天这点小钱毛毛雨。先生，今晚一共消费38620元，请问您这边怎么支付？我越看越想笑。这2条烟谁拿的？8瓶酒谁点的？这些打包菜谁要的？刘强，差不多行了。大家今天来是给你面子。给我面子，所以不问我就点烟点酒打包。你别斤斤计较，你中了50万，请大家吃顿怎么了？请大家吃饭不等于任你们宰。刘强，你在厂里干了6年，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，你今天要是不结账，以后怎么做人？先做人的是你们。牡丹厅是潘先生预定的，菜单也是潘先生提前确认的。今晚确实是潘先生签的菜单，对吧？是。定是我定的，但我是替他定。我授权了吗？你早懂事，不就没这些麻烦了吗？今晚5点，我被你安排3箱鸡单，留在厂里到10点20。这是返修记录，这是老周师傅签字见证。饭我一口没吃，菜我一道没点，人我一个没叫，凭什么我付？你这是早有准备。对，因为我知道你们早有预谋。潘班长，要不这钱大家 AA 吧，毕竟刘强确实没来。你什么意思？刚才吃的时候你也没少吃。早知道这样就不来了。你不是不该来，你是不该以为别人必须替你买单。潘先生，您是签件人，麻烦您这边处理一下。他大概没想到，我真敢在这么多人面前拒绝。刘强，你今天让我下不来台，明天我让你饭碗都没了。潘班长，你又给我添了一条录音。那晚的账最后怎么结的，我不知道。但第2天，我刚进场就知道潘建民彻底急了。昨晚听说差点闹起来，账单3万8，刘强1分没出，中奖50万，还这么抠。刘强，出来！近期刘强不服从管理，影响团队团结，返工率异常，造成设备停机损失，经车间决定扣除本月绩效2000。班长处理的对，不然以后谁都不服安排。昨晚金阁楼那事儿是真的，听说吃完不认账，中奖50万，3万多都舍不得。这几条，哪一条有完整证据？系统记录就是证据。系统谁有权限改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只是问。刘强，我告诉你，车间不是你撒野的地方，你有钱归有钱，厂里规矩不是你说了算。规矩当然不是我说了算，所以我去找罗总。刘强，你别拿老板吓唬人，你一个流水线工人，老板会听你？
我不是让老板听我，我是让老板看证据。你今天要是把事闹大，后果自己担。刘强，车间出什么事了？罗总，我想问，厂里扣员工2000绩效，需要事实依据吗？潘建民说你最近问题很多，所以我带了材料。你想投诉班长？我不投诉人，我只讲证据。说。昨晚金满楼不是我订的，菜单不是我签的，人不是我叫的，我没吃饭，也没授权消费。反局当天5点，我被临时安排3箱返修件。原始记录显示，这批板子3天前就异常，责任人不是我。周五4点58分，责任被改到我名下。谁审核的？潘建民。系统写责任人是我，但当天实际操作人是赵小军。老周师傅愿意作证。你早懂事，不就没这些麻烦了吗？刘强，你还有多少材料够开一次调查会？你确定不夸大？每一项都有时间、人名、记录。通知信息员，立刻收回贴片称间后台修改权限。后天上午9点，生产、人事、财务、仓库一起开会。刘强，如果你说的是假的，你要承担责任；如果我说的是真的呢？厂里也会有人承担责任，我等的就是这句话。罗总，这2天最好别让任何人单独进仓库和统计室，我会安排。你跟罗总说什么了？说了点儿你不想让他知道的。刘强，别以为拿几段录音就能翻天，厂里看的是产量，不是你那点委屈。那就看产量，看记录，看账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白天去找罗总了，后天开调查会。那这个你拿着。您为什么现在愿意拿出来？因为他们这次太欺负人，你爸看病的钱他们都想算计，再不管，厂里就真没规矩了。周师傅，我不会乱用，我只用事实。事实就够了。预定录音，菜单签字，我当天加班记录，老周见证。A17实际操作记录，维修记录，赵小军签字，我的工位排班，原始异常时间，修改时间，后台账户，刘丽娟通缉表，这部分不能只靠我，还要有人敢说事实。强哥，我说了，班长以后会不会找我麻烦？你只说事实，你今天不说，他以后照样扣你。去年12月，我加班16天，系统只给我8天，另外8天挂到赵小军名下了。我被扣过3个月返工费，那些板子不是我做的。刘丽娟说系统显示，我没办法。只说自己亲眼见过的，不猜，不编。你们再确认一遍。我确认。我也确认。这一对，问题就藏不住了。刘强，聊聊。说。饭钱的事儿算了，处罚单我撤，以后我不找你麻烦，你也别揪着不放。潘班长，早干什么去了？做人留一线。你让我背锅的时候，留了吗？你扣我绩效的时候，留了吗？你拿我爸妈说事的时候，留了吗？你非要把事做绝？我只是把你做过的事摆出来。
你别忘了，这个县就这么大，你今天把我得罪死，以后谁敢用你？潘班长，谢谢你，又补了一条。这些还不是我的全部证据，只是我挑出来最清楚、最容易让人看懂的部分。罗总，我相信厂里会公正处理。今天不吵架，只看事实，谁说话拿证据。我不要求您偏向我，只要求每个人说过的话、签过的字都算数。今天就是查这个。罗总，我先说，刘强中彩票后心态变了，不服从车间管理，请客的事儿他自己答应，后来又反悔，现在还拿一些断章取义的录音，想把私人矛盾闹成厂里的事儿。我在厂里干了10几年，大家都知道我是什么人。这种话最没用。刘强，你先说饭局。金满楼牡丹厅预定人潘建民，预定时间周5下午4桌，菜单签字人潘建民，实际到场43人。我本人10点20后才到，之前一直在车间处理返修件。我订包厢是替他安排。我授权了吗？大家都知道你请客。大家知道的是你说的。谁吃的你找谁？你今天让我下不来台，明天我让你在厂里待不下去。啊！我那是气话。气话也是你说的。饭局先放一边。刘强，说设备。好。A 央7设备故障，系统记录责任人是我，但当天我在返修位。这是排班表，这是设备后台操作记录，实际登录工号为赵小军。这是老周维修记录，上面有赵小军签字。工号登录不代表实际销售操作，车间有时候会带灯。那你说那天 A-17 是不是你操作的？说实话。是我操作的，但责任记录不是我改的，谁让你把责任挂到我名下？你看我干什么？你自己工作不规范，现在想推给我？班长，是你说刘强不懂事，让他长点记性。赵小军，你胡说八道！坐下。罗总， A-17 停机当天，赵小军没有按流程清料，老周师傅处理时已经记录。真正造成停机的人不是我，真正改责任的人也不是系统自动。后台确实有人工修改记录，他紧张时就这样。第一刀已经扎进去了，但这还不是最要命的。因为饭局和设备最多证明能他整我，后面的账才会让他彻底翻不了身。返工责任修改，每一件都有原责任线、原责任人、修改时间和修改账号。这些问题件原本属于2线和3线，周3之后被陆续改到我名下。修改账号是统计员刘丽江，是不是你改的？系统是我改的。谁让你改的？统计调整很正常，生产现场情况复杂，他只是按实际情况修正。实际情况是什么？我碰过这些板子吗？有交接记录吗？有返修签字吗？我只是按班长要求改，他说只是临时压一下数据，月底会调回来。刘丽娟，你别乱说。班长，我不想背这个锅，你说楼强不肯出饭钱，就让他这个月绩效难看点。小李，去年12月加班16天，系统只记录8天，另外8天工时出现在赵小军名下。这是小李手写记忆本，这是门禁记录，这是当月系统工时表。小李，你确认？确认，我那个月天天加班，钱少了。我问过班长，班长说临时工别计较。那工时不是我自己要的，是班长分配的。耗材，左边是老周维修记录，中间是仓库出库单，右边是财务采购记录。A 缸的09实际换1个胶轮，出库6个 ；B12实际用2卷胶带，出库8卷。类似记录，半年内共有36次。这些多出来的东西，金额不算小。我问过你几次损耗为什么高，你说车间用量大，现在你给我解释。刘强，你别乱扣帽子，仓库出库都是按单子走。单子上有你的签字，也有潘建民的签字。
多领的东西去哪儿了？现场损耗大。我维修的机器我清楚，实际用料都在我本子上，多出来的不在现场。你一个维修工，凭什么说系统错？因为我没拿厂里一卷胶带卖钱。潘建民，你别装，每次东西领出去，不都是你让我这么做的吗？你拿的最多。我说错了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信息源封存所有后台数据，财务封存相关票据，仓库立刻盘点。潘建明、赵小军、刘立娇、孙大海，从现在开始停职接受调查。他以为这场饭局是给我挖坑，现在他才明白，真正掉进去的人是他自己。经调查，原贴片车间班长潘建民存在违规调班、虚报工时、克扣员工绩效、伪造返工责任、违规领用耗材等行为。仓库管理员孙大海参与虚报耗材损耗，赵小军参与伪造设备记录并违规占用他人工时，刘丽娟违规修改产量和返工数据。厂里决定解除潘建民、孙大海劳动关系，涉及经济问题继续追究。赵小军降职调离生产线，扣除违规所得；刘丽娟撤销统计岗位，接受后续处理。所有被违规扣除绩效和工时的员工，由财务重新核算并补发。终于有人管了。那一刻，没人再提我小气，也没人再说我不懂人情。关于员工刘强被错误处罚一事，经查，处罚依据不实，厂里撤销处罚，补发绩效，并向刘强本人公开道歉。几天前，他们看我像看笑话，现在有人尴尬，有人愧疚，有人不敢跟我对视。我再说一句，厂里讲人情，但不是讲歪风。谁干活，谁拿钱，谁签字，谁负责。以后任何人利用职务欺压员工、篡改数据、侵占利益，不管是谁，一律严肃处理。刘强，你够狠！我没改你的数据，没伪造你的签字，没逼你吃3碗8饭。潘建民，狠的不是我，是你自己。曾经围着潘建明转的那些人，一夜之间散得干干净净。这就是他们嘴里的人情。有好处时是兄弟，出事时谁都怕沾上。刘强，那晚我也不对，这是我该分摊的钱。交给饭店或者潘建民，你不欠我，我也不替他收。心里痛快吗？痛快，但也累。能把自己的饭碗端稳，不容易。你这次做得对。维修组缺一个副主管，老周推荐你。这个岗位我以前申请过3次，每一次都被潘建民压下来。学历不够，经验不够，产线离不开人。你在一线6年，懂设备，也懂工人。这次事情，你没有乱闹，而是拿证据说话。我需要这样的人。刘强，你敢不敢试？敢。下周开始，到维修组报到，工资按副主管标准走。这一次，没人再把我的路按回流水线。我知道，我不是靠彩票翻身的，我是靠这一次没有再低头。以前我坐在流水线旁，设备坏了只能等人来修。现在机器一停，工友第一时间喊的是我。这笔返销怎么判？以后设备故障不能口头一说就算，谁操作，谁确认，谁维修，谁复刻，每一步都要留记录。第二件事，反奏件编号追溯，哪条线的问题回到哪条线，哪个环节出的错，就由哪个环节复盘，不再让一个老实人随便背锅。第三件事，维修耗材双人确认，领多少剩多少，拍照入档。
你这把潘建民那套全赌死了。不是赌他，是赌所有想当潘建民的人。厂里的风气慢慢变了。以前新人怕班长，现在新人拿着工时表敢站出来问。这个月我的加班工时少了1天，我能查一下记录吗？可以，按流程查。以前反便件能随便往别人名下挂，现在每一件都贴着编号，编号、责任线、复盘记录都能查到来源。以前仓库出货像一笔糊涂账，现在财务每月抽查。这批耗材领用照片和剩余入库记录都要对上。明白。强哥，那碗我也吃了，之前还说过你小气，这事是我不对。你吃了饭，最后 AA 了吗？付了。那就行，以后别跟着别人起哄。知道了，强哥，以后不会了。强哥，对这种人，最好的处理不是骂他，而是让他再也没有机会踩到别人头上。潘建民后来没再回厂，听说他去别的厂应聘，人家一问离职原因，他支支吾吾说不清。小县城不大，消息传得快。以前他靠资历压人，现在资历成了笑话。至于那50万，我没有乱花。我先带我爸去市医院做了全面检查，该治疗治疗，该复查复查。我妈在菜市场摆了20多年摊儿，我给她租了个固定摊位，又换了辆带头的小3轮。刚有点钱就乱花。她嘴上骂我，可第2天她把摊位擦了一遍又一遍。剩下的钱我存了一部分，又拿出一些报了机电培训班。你都有钱了，还学这个干什么？彩票是运气，技术才是饭碗。我没有把那晚的事挂在嘴边，也没有逢人就讲自己多委屈。真正的翻身，不是把谁踩在脚下，而是以后再也不用弯着腰说话。先生，今晚一共消费38620元，请问您这边怎么支付？38620元，那不是一顿饭钱，那是一群人对老实人的试探。如果我当时怕丢脸，怕得罪人，把钱付了，潘建民不会感激我，他只会觉得我更好欺负，他会继续让我背锅，继续扣我绩效，继续用所谓人情压我。幸好我没有付。强子，还买不买一张？说不定再中一次。不买了，拿瓶水。50万确实改变了我的生活，但真正改变我的，不是那张彩票，是我在被逼到墙角的时候，终于明白了一件事：人可以老实，但不能糊涂；可以讲情面，但不能替别人的贪心买单；可以忍一时，但不能让别人把你的忍当成他们作恶的本钱。我忽然觉得，这声音不再让人憋屈。强哥 ，A12又报警了！来了。因为从那天以后，我再也不是那个任人拿捏的刘强了。